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竟还有人硬磕程毅袁冰妍这对 CP， 接受现实吧，他们不可能二搭。程毅袁冰妍是一起凭借古装剧《琉璃》走红起来，袁冰妍饰演的玄机，程毅饰演的雨丝凤深入人心，成为经典的古装角色。剧火的同时也带火了这对 CP， 观众称他们为出狱夫妇，剧中表现非常甜蜜，让人忍不住想去吃他们的 CP 糖。娱乐星巴克在宣传期，程毅袁冰妍同样卖力，表现比较暧昧，角色的代入感比较强，好像看《琉璃》番外篇一样。尤其两人重新演绎经典片段时，袁冰妍突如其来对程毅的一吻，不知道甜到了多少的 CP 粉。CP 甜蜜的转折点发生在琉璃云歌会上，原本以为他们会继续甜蜜的收个尾，没想到他们异常的避嫌，连最基本的互动都没有，好像谁也不认识谁一样，感到非常的陌生。事发之后， CP 粉表示强烈的不满，制造出好多的负面舆论。有消息称，双方团队因此闹得不愉快。至于为什么突然避嫌，程毅袁冰妍没有答复。在之后2年多的时间，他们一点互动都没有，曾经甜蜜的 CP 分道扬镳，不免令人唏嘘。外界也云里雾里，可仍有一批兵诚之不放弃，还在硬磕他们，甚至希望他们可以有朝一日二搭。还有人硬磕程毅袁冰妍这对 CP。 在前段时间，程毅袁冰妍同一天发布动态，袁冰妍先发，时隔5个小时程毅发布。两个人的文案高度相似，都是一个小表情。袁冰妍是太阳，程毅是月亮。这个巧合引起了一些 CP 粉的注意，认为他们是在暗戳戳的撒糖，在进行所谓的秀恩爱，一度燃起了他们可以互动或者二搭的希望火苗。只能说，这些人是在硬磕 CP。 首先，袁冰妍程毅这次同一天发布动态，就是纯纯的巧合，根本没有事先商量好。更何况那天是女性节日，作为公众人物发动态没什么。其次，文案只是一个小表情，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放眼望去，多少艺人发过小表情的动态？难道他们彼此之间都有情况？这显然不合理，甚至是在强词夺理。还有，自从琉璃云歌会结束后，程毅袁冰妍就断了联系，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应该连朋友都不是，就是曾经的合作伙伴罢了。剧结束2年多的时间，一些媒体也在深扒他们，试图得到一些情报，但均无疾而终，压根什么事都没有。总结起来，他们就是合作期的搭档，剧结束关系也就结束。程毅袁冰妍不可能二搭，男女演员之间二搭建立在第一次合作愉快的基础上，例如罗云熙白鹿一样，第一次合作现代剧《半是蜜糖半是伤》，感觉比较不错，火速安排了第2次合作古装剧《长月烬明》。再看程毅袁冰妍，第一次合作就不愉快，在琉璃云歌会上 BE 的比较彻底，一度成为 CP 营业的负面案例。负面舆论闹得沸沸扬扬不说，让他们的关系直接降到冰点。就这样，他们不可能二搭合作。琉璃之后也有片方找他们二搭，结果都被他们婉拒，连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合体邀请都照拒不误。有消息称，是袁冰妍与欢瑞世纪闹纠纷，高层不让程毅对袁冰妍过分热情，这在娱乐圈比较常见，也是利益关系的一种表现。袁冰妍与欢瑞世纪闹别扭，程毅与欢瑞世纪没问题，公司自然会插上一脚，搅乱他们的正常关系。就像当年的杨幂刘诗诗，因杨幂与唐人公司有矛盾，刘诗诗与杨幂无奈之下渐行渐远。刘诗诗约满离开后，2个人又旧情复燃，成为好闺蜜。
程毅是欢瑞世纪的长约艺人，袁冰妍只有影视约在公司，还和公司闹过纠纷。这种情况下，程毅也不可能与袁冰妍二搭，要顾及到公司的面子。再说程毅是听话类型的员工，也不愿意自讨没趣，踏实拍戏即可。结尾，综上所述，程毅袁冰妍不可能二搭，接受现实为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